好，各位们好，我是董买买。这期视频来聊一聊未来的智能驾驶。未来呢，其实一直是一家神奇的公司哦，它会在产品上用超强性能、用优秀设计、用良好的用料去打动你，也会强调这个体系化的效率，努力去解决智能电动车的痛点。比如说，它建设了车企最多的充电桩，但是充电的体验怎么样都不如换电站，都不如换电这种5分钟加满的快乐。所以呢，未来在全中国又建设了1400多座换电站，到今年年底的时候，甚至还会有2300多座。这些换电站的家电体系呢，是未来车主持续远行不焦虑的动力。那未来呢，也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下狠手啊，比如说整个 NT 2.0的车型，他们所有的车型都采用了1550纳米的安全激光雷达，所有的车型都采用了4颗 Orin X 芯片。那每一次呢，都有同学说，未来不能出一个减配版吗？不能出一个战5渣版本，辅助驾驶差一点的，把价格给拉低吗？未来每一次的回复都是不行，它为了性能不妥协，它为了车在长长的使用过程中让你不落后不妥协，它为了这个车有足够的算力冗余不妥协。其实消费者有时候很难感知到未来的高等级辅助驾驶到底好在哪儿，比别的产品优秀在哪里。那这一次呢，我受邀参与了一场秘密的体验，未来呢直接展示了他们第3、第4季度要交付的一些产品、一些功能。那我避免呢会用一些深邃的名词啊，比如说 BEV， 比如说 Transformer， 比如说占据山格。那我只想说的是，你买了未来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你即将可以用到的。来看视频吧。所谓领航换电呢，就是车辆在导航路径上跟着车辆行走，中途呢有个换电站，比如说它在服务区里自动进入这个服务区。服务区的道路是非常复杂的啊，可能都没有标线，交通的参与者也很多，还有可能会出现行人横穿，还有可能车辆会随意停放的现象。车辆都要进行合理安全的避让，对于车的感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除了蔚来之外，好像并没有别的车可以在服务区中自己开起来吧。毕竟这是一个道路不全面、信息不全面的地方。还挺帅的，是吧？拜拜充电的车。交互还挺好看的。这个交互确实做的挺好的，对吧？能动吗？可以。哦，还是个立体的。可以。先在这里等等吧。哦，就在这里排，相当于是一个排队的，是吧？那我们的素材已经很齐了，我们的素材已经非常全面了。不过我们可以在这等别的车过来，好吧？我们可以等一台别的车，我不需要再绕小圈了，就我们在这等一会儿，等会儿还要再来。但是这个东西它会自动开始的，先不用点这个，先不用点这个，它会自动开始。行，就这样就结束了，对吧？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对，好，我们就可以撤了呗。相当于我们现在停在这个框里头，只要摁这个就泊入，对吧？对，是的。我需要摁吗？要摁的。好的，这个需要手动摁，但是之后也会把它 OK， 请不要操作车门和方向盘。就是这一步开始就跟自己的换电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了。对，那就是说它倒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呗。就倒进去了之后，那个换完电之后，再摁一下这个辅助驾驶激活键，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出去了，是吧？对，它会自己开出去。哦，这个高级了，就整个过程，如果你不需要下车，什么都不用做。是的，牛逼，特别好。可以的，非常好，特别好，就是这个感觉，要就是这个感觉，对，特别好，完全不用接管，完全不用管，什么都不用管，然后也不用管这个换电站在哪里，也不用管。然后如果我们要排队的话，我们刚刚是在那个位置按照顺序排队，对吧？刚刚其实会优先画一些排队区，相当于就是这个排队区会是一个虚拟的啊，我知道虚拟的一些，我知道就是虚拟的一些排队区。交给你了，还要不用启动吧？这边取消订单就可以了。OK， 我把确定取消。看一下啊，请连接或者确定取消，确定取消就行。完美啊，做的挺好的，可以，非常好。还是我们自己开出去就可以了。这个是可以，哎，现在可以直接摁那个键了，试一下。好，开了。哦，又出去了。请注意两侧来车。但这里没有把这个给这个画面没有给他，就是这个应该是有的。等一下哈，看行，反正我在这里有。好了，我们就直接就走人了，对吧？对，好，这边就可以直接走了。领航换电这个功能真的改变了一切啊！从近期来看，蔚来所追求的点对点的辅助驾驶功能，一定程度上又实现了一大步。
达到了一种完全不中断的体验。你想想看，你上了高速之后，车辆可以一直开，自己去服务区的换电站换电，换完电之后还可以继续开，甚至说如果你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上厕所的话，你可以让车就这么一直的开下去。当然前提是你得坐在车上，对吧？最近呢，因为蔚来换电站部署过多，已经有人跟我抬杠了。你5分钟换电确实可以600公里，但你连着开车你不累吗？你就不能停下来上个厕所、吃个饭、充一会儿电吗？那我说我换完电之后，我一样可以想上厕所就上厕所，想吃饭就吃饭啊！我不会因为说我因为车要充电，我必须停下来吃饭，这个道理你能理解吗？那目前呢，还没有任何一家在服务区把自己的车跑起来吧，因为他们做出来也没有用啊，他们自己没有换电站，未来车主所能享受到的那种连续性的体验，他们这辈子也不会有。那我们再思考深入一点啊，就是受限于现在的法规要求呢，本次演示的这个领航换电指示车辆自动进入服务区、自动排队、自动下单、自动换电、自动驶离，这已经很酷了，对不对？那能不能更进一步，城市里的换电站也能领航换电呢？听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啊，毕竟城市里的换电站它也是固定在那里，换电站也不会长腿跑了的，对吧？那如果再多想想，再进一步呢？如果车从你家地库自己开出来，自己去换了个电，换完电回来又停好了呢？这就是所谓高等级的自动驾驶了吧？理解一下，从能力呢以及法律的角度呢，现在这个车需要一个人，需要你去监管，这样即使你出了事故，那所谓的事故第一责任人就是你了。发生的事故的时候，这个定责是明确的。但是呢，假如这个车的能力已经到达了一种无限接近无需监管的时候，你想象一个场景啊，你夜里在睡觉，你家里没有充电桩，你的车呢在你睡觉的时候自己出去换了个电，而且呢夜里的电费比较便宜，那个换电的成本也是低的，第二天呢你出门的时候车辆就可以直接满电出发了。我知道有的同学会说我想多了，法规不会这么容易的轻松的让你通过这种完全的无人驾驶的。那没问题啊，我们再收敛一点吧，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园区、相对封闭的场所，比如说服务区换电站，有的换电站在非常偏僻的角落，对吧？那我的车在排队在换电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服务区的热区，比如说卫生间这个位置，我下车让车自己去换一个电，是吧？等我上完厕所之后，我去找我的车，或者说等我上完厕所之后，我的车换完电了，把车停回到服务区的热点区域等着我。哎呀，这种感受，这种体验一下子就上来又进一步了，对不对？未来这个能力啊，别的品牌它真的追不上了，这压根儿不是一个单纯的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一个能力，它是一个体系化的竞争力跟 AD 这样的自动驾驶产品所结合的一种东西，这就是未来一直所说的体系化的竞争力啊。那整个领航换电呢，将在第3季度推送，会第一次推送的时候优先支持呢几十个服务区啊。那推送的这个领航换电呢，肯定就是我们今天所展示的这种的人呢，需要在车上，那需要那个排队换电，然后把车开走。整个这个过程呢，已经非常流畅了。那刚刚我们那些畅想，其实也不算是畅想了，在技术上来说，已经越来越近了，甚至在这台车上。在有着激光雷达加4颗 Orin X 芯片的这台车上，其实如果法规什么都通过的话，是完全有可能去实现的。这个感觉真的太好了，你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了，未来所说的第3季度推送，就有同学说我懂了，是9月30号，那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未来说那肯定不能是9月30号啊，我说那就是9月28号呗。然后他们笑了，他们说也不会是9月底那么迟的时间的啦。那总之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时间点啊，一直被人所诟病啊。那我们这一次就看一看它的领航换电到底什么时候能推出，好吧？领航换电呢是大家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用上的东西。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马上就可以用上的，在斑岩 2.0 系统已经推送了，而且斑岩 2.0 系统已经在领航版所领航的一些东西了。就是现在的同学在使用了领航版之后，你会看到整个车机的 ESD， 就是你的那个仪表盘上的交互变得非常的先进啊。那其实呢，在斑岩 2.0 未来已经完全切换了整个 BEV 的架构，那仪表盘的 ESD 显示的非常精美而且精确。比如说它支持前车的转向灯显示了，前车的刹车灯显示了，对于道路上的红绿灯它也完全支持显示了。这还没完啊，整个道路上的所有动态元素呢，它都加入了一些可视化的模型。那未来呢，可能是在这一块把模型做的最多最精细的，比如说卡车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卡车可以支持显示啊，而且未来说这肯定不是终点啊，这么一家在乎设计在乎审美的公司，肯定要把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给它最终都要显示出来，对吧？那像什么道路标线呀，什么实线、虚线、双实线，一边实线一边虚线，道路的导向箭头，这些通通都给你支持了。未来还特别强调了一下，所有的这些道路上的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实现的，未来不会通过用高精地图把这个元素展示出来，然后故意抖动一下路边的那个线，显得自己像用视觉展示出来一样，这种傻叉的事情未来不会去做的。
那我们使用这个领航版本的实际体验下来，它的识别其实已经非常准确了，看着而且很炫酷。那稍微有一点小的问题呢，就是仪表台上，未来仪表台一直有根天际线嘛，对吧？一些宽广的路口呢，明明可以显示更多的元素，可以展示更多酷炫、更有安全感的内容，但是受限于这个屏幕的高度限制，这个车呢要向前再多开一点，开得比较近的时候，画面才能够到这个位置才能显示出来。那我觉得呢，相对于天际线吧，我在开车在驾驶的时候 ，ESD 能给我展示尽可能多丰富的信息，对我既是一种科技感的鼓舞，也是一种信心感的增强啊。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元素的。那等大家都推送了斑岩 2.0 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再开一开 NOP Plus， 你会发现这样的版本的 NOP Plus 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基本不需要接管了。其实当前版本的 NOP Plus 已经不需要接管了，我们现在对接管的定义更加高了，不是说它开不了我才接管，是比如说在一些2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对吧？它是可以跟着走的，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我自己主动变个道，主动帮它接管一下，我主动超个车，那我的通行效率会更加高。那你在更新了斑岩 2.0 之后，你会发现，即使在这种相对苛刻的高速公路环境上，这个车的超车能力、这个车的跟车能力、这个车的减速能力、这个车的控制能力都有进一步的提升了。所以说起来好像还是 NOP Plus， 但是每一代都在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体验越来越好。斑岩 2.0 呢，还在车辆的控制上做了很多提升啊，比如这一次已经是大量的模型往上走了，不再是一些规则控制。那写规则呢是一个繁琐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为了一个车，比如说有一台车 cut in， 对吧？你可能会写上百条、上千条规则，然后最后呢这个规则就像跷跷板一样，此消彼长，根本没法用。那未来呢，最终已经走向了这个大模型的道路，在斑岩 2.0 上已经把大模型批量的去上了，所以你也能感受到整个体验啊，整个像一些比如说竞技啊，比如说像跟别人去竞争的时候，整个表现能力更好了。那么他们还单独上了一个叫做防御性驾驶的一个安全模块，很多跟体验相关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在路相对比较窄的时候，它能主动的远离一些护栏啊，比如说你在高速通过车流的时候，这个车流本身是一个缓行的时候，你能相对追随车流的速度啊，这些东西都上线了。然后此外呢，像对于施工道路追的一些紧急避让也上线了，但目前这还是一个 beta 版的功能啊，对，大家最好不要体验，好吧？遇到这样的事儿能接管还是去把它接管了。就总之呢，就是在斑岩 2.0 上，这个辅助驾驶的提升能力也很强 ，NOP Plus 的提升也很强。然后斑岩 2.0 呢，目前是一个领航版的状态，大部分的普通用户呢会在月底逐渐按照车型开始推送。这个版本真的非常棒，值得你去体验一下。很多时候呢，未来都不会去自吹自擂，说自己的智能驾驶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了。那有的时候呢，就会传说出一种概念，说未来的那个智能驾驶硬件最高，做的最差。其实从逻辑上来说，这个事儿也不可能啊。毕竟你看未来这个硬件这么好，对吧？每个季度有这么高的研发费用，他们理应不应该是最差呀，对不对？只是他们不是那么善于的宣传，然后甚至说他不宣传。虽然说未来不宣传，但是实际上的数据，用户用起来的满意度或者用户用起来的实际的距离还是很强的。你想一个东西，如果你做的不好呢，用户就不用嘛，不用的话，你怎么会跑出这么强的公里数呢？那未来的整个辅助驾驶的数据呢，在3月份的时候还是10亿公里，那到5月份的时候已经直接上了12亿公里了。在大规模的用户所使用了之后呢，未来就有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就会考验车企所谓的数据闭环的能力了。你看到了那么多的里程，看到了那么多的 corner case， 你积累了这么多的东西，你怎么把它用起来？怎么把它用来训练你的模型？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稍微聊聊说未来为什么要用4颗 Orin X 的芯片了，为什么要用一些激光雷达了。那有一些车企呢，它舍不得用4颗 Orin X， 它比如说用2颗。那当前阶段呢，做一些相对较低等级的辅助驾驶的时候，可能做的还算不错的。但是呢，当你要追求数据闭环的时候，比如说未来的数据闭环，它的数据量有多大？未来呢，在车上有7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以及4颗300万像素的鱼眼摄像头。你在想数据回传的时候，未来一直都使用的是满分辨率、满帧率的速度去把它回传回来。这个时候呢，4颗 Orin 的编码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只有2颗 Orin 的话，那为了这个回传的性能的话，那不得已就必须要降分辨率，必须要降帧率，这样就会导致你拿回去实际可以训练的里程数虽然没有减少，但是你的数据的质量下降了嘛，明白吧？所以这也是4颗 Orin 给未来带来的这种奢侈，但是呢效率非常高的体现。这样做对于研发来说，它的训练的数据变得更加干净，它的训练的数据变得更加可靠了。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有正向的激励啊，就是未来的每一个版本迭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官方说呢，在他们的云端版本上，一个车辆的筛选器甚至说可以在2个月高速迭代16个版本。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激光雷达上，有的激光雷达和视觉摄像头所结合出来的数据也比单纯的视觉数据它的精度上要提升了不少。相对于领航换电，第3季度就可以向用户推送了城市 NOP Plus
Plus 官方的口径是下半年。那按照我的理解是，那就是至少是 Q4 了嘛，对吧？他们给我们展示的这个东西呢，是史上第一个面向非员工的展示版本。可以了，可以了，就开始了啊！人生第一次啊，在城市道路上开始领航了，朋友们，请把牌面打在公屏上。可以的。哎呀，这种直线路口都不用担心。那有同学说，未来的 NAD 啊，或者城市的辅助驾驶啊，还在新建文件夹的阶段，是吧？他们拿出了这个版本，告诉我们说，真的不是新建文件夹，你看我们已经有东西了。来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城区的 NOP Plus 的体验吧。那做程序比高速要难特别多，主要是交通参与者的这个数量不同，然后交通参与者他遵守的秩序是不同的。你真的是无法指望这个电瓶车它不侵占机动车道的，你真的是无法指望电瓶车不闯红灯的，你也无法指望你前面的车呢先打灯再变道的，更无法指望每一个车都会对你进行让行的，甚至说对面车在跟你同时进行左转的时候，让对面车不侵占入你的车道，这也是一种奢望。所以呢，再加上城市每一天都在修路，都会有一些变化，你单纯的依靠高精地图这个事儿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你肯定要有非常强悍的无图能力，对不对？这里面呢，其实展示了几个有趣的场景啊，比如说在施工修路的路段，高精地图肯定是不准确的，对不对？车辆按照实际的路况进行了非常合理的绕行。这么强的硬件，这么好的架构，会展示出跟别人的不同。是的，那个时候消费者就会觉得，我买的激光瑞达，我买的斯柯宝瑞都有价值。哦，这里是个难点呐！如果我们正着开，我们就撞进人家的隧道里了。我们的这个线做的也挺好的，给了我们将要走的路。刚刚你看就那样子晃悠了一下，我就很烦，是吧？我就很烦这种情况，还行。还有他很快就结束了，他要一直在晃，我就立马把他抓住。好，我们成功的过来了。又比如说侧方有车要横穿的时候，我们的预测对方的车辆到底是会让我们还是不会让我们，车辆都要采取不同的措施。绕行，然后这里又来了一个，我们刹车了。这是我们的人吗？是，这看着是。往后贴的有点还行。甚至说在同样右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跟对方稍微竞技一下，是不是要拼一把，这些东西都需要算法，都需要感知进行强力的融合。那这一次呢，蔚来第一次面向白鼠媒体用户啊，我这么说吧，的一个展示的功能，当然有着诸多的瑕疵啊，他们不介意我们随便喷，然后里面呢确实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好，那比如说我觉得他们的跟车距离做得过远啊，比如说变道博弈的能力还不够啊，比如说交互在这个版本上几乎就还没有做嘛。那我知道有人放了一些完整的视频，大家都在那比较说这个东西相对于某某车企它做的太差了，那总而言之就是结论就是蔚来不行，对吧？那我觉得在给我演示之前，官方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已经告诉我这个版本到底处于当前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他们甚至连交互都没来得及做上去啊。那看得出表现不好是正常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们都表现特别好，那我就不得不要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这个特别的路段写了一堆写死的规则，就为了让媒体的体验变好呢？那还好啊，这家公司是蔚来，这种事情蔚来不会做的，现在做的菜压根儿不是问题啊！我想请大家记住今天蔚来这个菜的样子。那我们也跟官方约好了，2个月之后8月份的时候，我们再找一个机会来体验一下。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加速度到底是有多惊人。这个东西的难点其实是他们在搞完高速 NOP Plus 之后，他们用的同样的架构、同样的框架，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迭代出一套也在城市能使用的 NOP Plus 的架构。这种东西是非常强悍的能力。比如说有的企业3天2头就喜欢说自己所谓进行了一些重写，好像以重写为荣，但是你仔细思考一下，就我以前也是写程序的嘛，什么样的东西需要重写？无非就是过去定义的实在是太差了，当前已经完全卡住了，干不了了，对吧？或者说这个史山代码实在是太多了，换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以前的东西给解出来了。又或者说整套硬件架构已经完全变化了，没有办法那个基于原来的东西修修补补，必须要进行重写了。他们都很喜欢去聊自己的算法如何做了哪些样的改进，一般来说不会去跟你聊框架，也不会去跟你聊工程能力的。那蔚来这一次呢，除了算法之外，其实也很认真的跟我们去聊了一下框架，然后他们也知道当前消费者呢是很容易被一些概念所迷惑的，比如说有图无图，好像在一些企业的宣传下，没有图的话就厉害，那有图的话就显得自己很傻，技术差。那实际上呢，就是各家都在用图，那任何喊着无图的企业呢，他们也真正的不会去抛弃掉高精地图。那蔚来呢，其实做的就非常的干净啊，他所追求的是呢，无图的时候我一样可以安全舒适的过去，在有图的地方我可以更效率的开走。
这种东西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立的东西，未来对这种炒作概念也向来没有兴趣，它从来都是以场景的角度去考虑消费者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体验，我再怎么用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实现这一整套完整的体验，然后最后最好的是这一整套技术它是可以复用、可以通用的、可以快速升级的，这个是未来所思考的玩意儿。所以你很少看到未来去吹自己的某一项什么什么单点的东西做的特别先进，未来一直强调的东西都是体系化。像包括 NAD 也是一样，未来一直说的是场景，有高速场景，有城市场景，对吧？有那个泊车场景，有换电场景，像这些场景都把它补齐了之后，你仔细一想，再想想看，所谓的点对点的辅助驾驶，或者说高等级的智能驾驶，是不是也就真的实现了呢？就像在收费上也一样，未来一直坚持认为这个高等级的智能驾驶是一个服务，服务呢是要收费的。我当前呢可以给你试用，可以给老车主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免费期，但是整体上它长期来看一定是要收费的。那为什么有的企业它就不收费？那些企业他们开发、他们研发、他们搞硬件，他们不要钱吗？那肯定也要钱啊。那无非就是在买车的时候把这个费用向每一台车上都给它摊薄上去了，都把它车价加上去了而已嘛。那未来呢，按照月度去付费，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做法。你需要用，你觉得它做得好，你就付费。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能促进未来干一件事儿。它为了提升这个东西的付费率，它必须要把产品体验做到最好。真的，如果他做不到最好，你都不用啊，你不用，未来就收不着钱，你收不着钱，他给你所布局的那些硬件，布局的这些工程师做了这么多算法，搞了这么多云端的算力，全部都浪费了。未来呢，就是那家盖摩天大楼的企业，他完全能接受在打地基的时候你看不见，你骂他，你说他慢，你说隔壁5层楼都盖好了，你怎么什么东西都还拿不出来？你真的得安安心心、结结实实、稳稳当当的把那5层地基打好，你的摩天大楼才能盖得起来呀。不过呢，今天的沟通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至少呢，未来主动愿意向外界释放一些消息，就是我的这些东西的进展到底到哪里了，我什么时候会拿出来，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了。那至于呢，未来对这个体验是高度在乎的，未来拿出来的东西呢，在体验上一定是过得去的，他不会拿出来一个体验上不好，但是名义上已经达标的东西嘛。所以真正的话，比如说城市的辅助驾驶可能会比别家晚几个月，但晚几个月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嘛？毕竟你一台车这么长的使用寿命中是好多年呢。好了，稍微聊的有点多啊，我们聊了领航换电，聊了半夜2.0马上就能用到的东西，我们也聊了 NOP Plus 在城市的一些体现。那总之呢，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6月份了，那再怎么样也就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就开始可以用得上了，对吧？那这种东西的感觉真的好，就是你买一台智能电动车，每一天可能每一天，对于那个说的有点夸张，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月度都会有一些能力在不停的成长。你再去买一台燃油车，它确实不用 OTA 不用成长了，但它能力也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人的水平永远是一个小学生，他确实不需要成长，但是一个人的能力，你可以看到他从小学生逐渐变成大学生，逐渐变成研究生，这种感觉，哎，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也是智能电动汽车为什么一定会取代传统的那些老爷车，好吧？好了，这就是北京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说订阅懂买买卖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